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都知道，一战呢是一场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其中的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都可以被称为绞肉机。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总共死亡人数达到了1500万人，其中士兵1000万人，平民500万人。这个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以前100年所有死于战争人数的总和。一战不可谓是不惨烈。就在一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爆发了一场动乱。这场动乱直接夺去了2000多万条鲜活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同治回乱，或者叫陕甘回乱。不光是从死亡人数上，我们还能从另外2方面看出，这场动乱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一战。首先，一战是以欧洲为中心，然后向全世界蔓延的一场世界大战，它的地域范围覆盖的非常的广，而陕甘回乱只是发生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仅仅这一个地区死亡人数就达到了2000多万，可见当时的死亡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再有，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现代战争，现代的武器机关枪坦克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一战中，夺去一条生命所需要的时间基本上就取决于一支步枪的射速。而陕甘回乱呢，虽然那时候也使用了部分的火器，但绝大多数的厮杀还是局限于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如果你想杀死你的对手，你要冲到对方的面前，一刀一刀的去砍，消灭敌人的难度明显增加了。但这样依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死亡数字，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惨烈程度。陕甘回乱并不是一场战争，但它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场战争。而且在这次动乱中死亡的大部分都是平民，汉族的或者是回族的平民，这更不像是一场战争，更像是一场屠杀。而令人吊诡的是，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能够见到一战的纪念碑，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或以悲剧或以教训的方式为后世的人所纪念，所铭记。虽然善忘的人类并没有真正的从一战中吸取教训，因为几十年以后就爆发了第2次世界大战，但人们还是知道了在公元1914年到1918年之间发生了什么。而陕甘回乱呢，在我当年的历史课本中竟然找不到半点的痕迹，那2000多万条沉甸甸的生命竟这样被轻飘飘的一掠而过。如果你再仔细一点的话，就会发现在内地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回民起义。陕甘回乱说的是回族是作乱的一方，而回民起义呢，回民成了起义的义军，成了正义的一方。于是杀人如麻，血战累累，后来又甘为杀鹅走狗的白眼虎成了回族的英雄，甚至成了中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而平定动乱，救民众于倒悬之苦的左宗棠，却成了破坏民族团结、镇压回民起义、甘心做封建统治者走狗的历史罪人。这是怎样一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历史观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聊这段我们不愿直视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咱们先来说说这起动乱的起因。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导致2000多万人失去生命的动乱，竟然源自于一场商业纠纷。在历史上被称为华州砍竹事件，即一批回族的回勇因购买和砍伐汉人的竹林而引起的纠纷。关于这个纠纷的过程，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呢，是因为汉人不想把竹子卖给回族人，回族人却擅自上山砍竹，导致了汉人与回人之间的械斗，错在回人。还有的人说，是因为回族人买了市面上所有的竹子以后，导致竹子的价格上涨，所以当回人按照约定的价格上山砍竹的时候，遭到了汉人竹园主的阻止，不想以以前较低的价格将竹子卖给回族人，进而双方发生了争执，错在汉人。总之，这起事件真实的来龙去脉，到底谁对谁错，恐怕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不过呢，我们从事后当地的地方官以及左宗棠给朝廷的奏章中可以看出来，似乎汉人理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事后，当时的陕西巡抚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提到了这起事件的起因。他说，汉民增价居奇，
互相争闹，随至伤毙回民。而左宗棠在后来给朝廷的奏章中也提到，起叛之故实有汉民。如果说陕西巡抚作为当地的地方官，作为这件事件的责任人之一，他的说法有待商榷的话，那么左宗棠作为非责任人，他的说法应该是客观的。所以我也认为，单就砍竹事件而言，汉人应该是过错的一方。这一点呢，我们要向左公学习，做到客观公正，不能以立场取代自己的客观判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下2点。第一，即使汉人在砍竹事件中有错在先，但这也不足以成为回民发动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的理由。回族人即便是遭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他们的报复也应该是与他们所受到的伤害程度是对等的，而且是应该有特定的报复对象。这就好比是现在那些经常发生的报复社会的行为，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不幸，或者是遭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就去校园用自动步枪扫射那些无辜的孩子们的行为，那些开着大货车大客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无差别的撞死行人的行为。说到这儿啊，我想多说2句。现在呢，总有一些人，他们总喜欢为这些行凶者找一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或者说他们的苦衷。这些人会说，他这样做确实不对，但是他也是有苦衷的，我们也不能完全责备他。俗话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种论调就叫行凶者苦衷论，或者是施暴者有冤论。我们当然要去探寻行凶者背后深藏的社会原因，但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行凶者的行为，而不是谅解他的罪行。任何对施暴者的同情和共情，都是对那些无辜受害者和他们家属的第2次伤害。我们通常称这种彰显中式的滥杀无辜的行为为报复社会。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表达他们对社会的强烈的不满。而社会是什么？社会是一个共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就是人，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或者同时也是父母的孩子。社会是没有痛感神经的，施暴者的行为不会让社会感到痛，感到痛的永远只是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不是社会，更不是社会推选出来的代表来承受施暴者冲天的怒火。无辜者死了，而社会依然如故。施暴者不能因为没有人舔你的伤口，就去给别人添伤口，而且这种行为也不可能改变社会。如果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些手段都不能改变社会的话，那杀人就可以吗？而且更可恨的是，这些施暴者的对象往往针对的是那些比他更加弱小的人，可对那些真正伤害过他、给他不公平对待的比他强大的人或势力，他们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仍然是心存畏惧，他们怕得要死，他们死了都怕，所以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懦夫，他们的行为值不得半点同情与共情。不好意思不知怎么又发了一通感慨。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在探寻这次动乱的起因的时候，除了我们上述提到的那些以外，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当时的回族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竹子？当时是他们把市面上的竹子都买光了，那么他们要这些竹子干嘛？是搭竹楼搞民宿发展旅游经济？肯定不是，他们是要以竹为矛，竹子在他们手里就变成了杀人的利器。那么他们要这么多杀人的利器又是为什么呢？这我们就要回到事发当时的历史背景。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的2月份，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的年份。11年以前，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此时太平军的一支以及刚刚兴起的势头正盛的捻军的一支已经进入了陕西。而就在7年以前，也就是公元1855年，杜文秀又在云南建立了大理苏丹国。此时忙于四处扑灭战火的清政府已经是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而一些陕甘的回民则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不得不说呀，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陕甘地区的回民生活的越来越不好，甚至是在某些方面不如汉人，特别是在最近10几年以来，
因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部队占领了大部分的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又历来是清政府的赋税主要来源。没有了这块赋税，清政府又要投入大量的军费开支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这样更使得清政府的财政日益枯竭。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逐渐的加重中国西北地区的税负，这就使得本来税负负担已经非常严重的西北地区更加的不堪其负。汉人是如此，回人也是如此。清政府对于回人一向是非常防范的，这与清建政以后回民不断爆发的暴动和起义也有着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呢，清朝中期以后，满汉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大量的汉族人在满清的朝廷中担任官职，满清政府也非常的依赖这些汉族的官员。大家知道，汉人的宗教意识普遍不强，虽然有的汉族官员也有宗教信仰，他们或是佛教徒，或是道教徒，但是呢，他们都是首先忠于世俗的皇帝，然后才是自己的宗教。而在这方面，回人则明显不同。回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向是有教无国，他们只忠于他们的真主。这种情况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也就使得清政府在任命回人官员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谨慎。清政府当时对回民的政策，一方面呢是挑动回民间的内斗，另一方面是以汉易回。对清政府来说，相对而言，汉人是要依靠要服侍的，而回人则是防范限制的对象。这种情况特别是到了乾隆的中晚期以后变得愈加的严厉。为什么？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再说。上层既然如此，那么下层的那些官员们对回民就愈加的严厉，因为大量的中下层官员都是由汉人担任，所以在一些回人与汉人的诉讼案件中，回人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而最底层的汉人百姓对回民的歧视也是普遍存在的。杜文秀的大理苏丹国为陕甘的一些回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杜文秀也希望陕甘回民能够尽早的起事，这样两处的回民部队就可以相互的呼应，互为倚重。为此，刚刚参加过云南回乱的2名回人，一个叫任武，一个叫郝明堂，此时已经偷偷的潜入了陕西。他们联系当地的回民领袖，秘密的组织回民准备暴动。为了准备更多的武器，他们雇佣了铁匠，为他们打造兵器，然后因为害怕消息泄露，又杀死了铁匠。因为参与的人数太多，打造的兵器不够用，所以他们就买光了市面上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可以用于武器的金属制品。到最后，他们盯上了竹子，竹子上绑上枪头，那就是一杆长矛，甚至削尖了竹子头也可以作为武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多的竹子。他们要这些竹子打造兵器，绝对不是为了保境安民。如果单纯为了保境安民的话，他们没必要准备这么多的武器。他们要做的是要准备一场残酷的屠杀。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砍竹事件的起因，到底谁对谁错，还有那么重要吗？回族人已经对汉人举起了屠刀，砍下屠刀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砍竹事件不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让他们更能有效地调动回人的反汉情绪。所以有没有砍竹事件，这场屠杀都会照常的进行。就如即使没有了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的皇储，一战也同样会爆发一样。关于砍竹事件的起因，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位汉人的竹园老板之所以不想把竹子卖给回人，并不是因为价格问题，而是因为这个汉人老板已经预先知道了回人的阴谋，所以他拒绝出售竹子。当然了，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只能权且听之了。不管怎样，砍竹事件给了任武、郝明堂一个最好的借口，于是他们马上宣布发动圣战，屠杀就此开始了。数万的回民组成了回民军，向汉人的聚集地区发动了进攻。浑然不知的汉人对此毫无准备，很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回人首先袭击了汉人的聚集地巴女井，就是现在的大荔县巴渝。几千汉人转眼之间就被屠杀干净，是血流成河。回人对汉人的屠杀是无差别的，不管男女，不论老幼，不管你是奋身抵抗还是跪地求饶，他们都是格杀勿论。当时驻扎在陕西的清政府部队忙于应付太平军和捻金的进攻，
根本就无暇顾及陕西已经爆发的回乱。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请出了当时正在陕西老家丁忧的同治皇帝的老师张福，作为朝廷的特使去与回民谈判，希望能够劝说回民缓解矛盾。张福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不带卫队，径自进入了回军的大营。在张福的劝说之下，起初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很多回民打消了进攻汉人的想法。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正在向好的局面彻底被扭转。任武在张福的轿子里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有4个字：秦不留回。秦指的自然就是陕西，秦不留回意思就是陕西不能留下任何一个回人，要将回人杀干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回人是群情激愤，场面顿时失控。任武就趁机杀死了张福，并且当众肢解。可怜堂堂的一个同治皇帝的帝师，竟然被如此的残杀。后世袁世凯的养女张佩珩就是张福的亲孙女。后来袁世凯让她嫁给了总统段祺瑞，所以张佩珩也是中华民国的第1夫人之一。所谓秦不留回的这个纸条，很明显是任武的故意栽赃。张福是朝中的1品大员，他如果发布命令的话，不可能采用这种纸条的方式，纸条只是民间的一种通讯方式。再说，张福当时并不是朝廷任命的钦差大臣，他根本就没有权力调动当地的驻军，而且当时驻扎在陕西地区的清军总共只有1万多人，而回人超过了200万，谁又会下如此荒唐的命令呢？张福被杀以后，清廷与回民之间再无回旋的余地，回人发动的圣战进一步的升级。为了向自己的部属显示自己再无退路的决心，任武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可怜他的这些家人们无缘无故的就成了任武训教的工具。对待自己的家人尚且如此，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他会如何对待那些他心中的卡菲勒。他会如何对待他心中的卡菲勒。卡菲勒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异教徒的意思。于是更加残酷的杀戮在陕西各地疯狂的展开，继而又蔓延到了甘肃省。甘肃省的回民更多。当时有一种说法，陕西省是汉7回3，而甘肃省则正好相反，是汉3回7。这样的杀戮持续了整整12年。据中国人口史的资料统计，陕西省在回乱之前的人口总共有1500万，平乱之后人口统计只剩下了700万。甘肃省包括现在的青海、西宁地区，原有人口是1945万，而平乱以后只剩下了490万，人口死亡比率达到了不可思议的 74.5%。这是怎样的一场毒杀？当时的陕甘地区又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地狱？我不知道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定性为起义的那些人，他们如何面对那2000多万条冤死的灵魂？如果是起义的话，那这2000多冤魂又是什么？他们是起义要清除的对象，他们是不义的一方吗？那么他们的惨死就是他们应得的吗？这根本就不是一次起义。回人最早针对的对象并不是清政府，他们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更没有想推翻清政府在全国的统治。他们最先攻击的地方是人口密集又彼此分散的一个一个的汉族人居住的村落，而并不是清政府所在的县衙。这些村落其实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汉人，那就对了，回人要杀的就是汉人。他们是要尽可能的杀光所有的汉人，从而改变这个地区的人口结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王国。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年以前的民国政府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同治回乱，而在西方的史学家眼里，这更不是什么起义，也不是什么暴乱，它是一场战争，是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发动的战争，所以称其为东赣战争。而49年以后之所以定性为起义，我想原因的无外乎有2点。第一，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的大局，这点就不用多说了。第二点，在当时的掌权者看来，
回人与清政府作战，这就是反封建。反封建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至于反封建之前是否已经反了人类，这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清政府对回民的政策，以及对于回族的不公平的对待，甚至于在民间一定程度上汉人对回民的歧视，这些都有可能促成回人举起了屠刀。但很明显，这样的理由肯定是不充分的。在人类历史中，在很多的时期，很多的地方都有类似的不公平的现象发生，但并不至于导致像陕甘回乱这次这样的种族屠杀。那么造成这次屠杀的最根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再有，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回族的形成也历经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都很少听到这种规模的屠杀？为什么这样的屠杀偏偏发生在清朝呢？这就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回族形成的这段历史。最早在唐朝时期，一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就进入了中国，在中国经商，他们呢被称为番客，这是最早的回族人的图形。到后来呢，一些中亚地区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这些人中包括以前我们讲过的粟特人，那昭武9姓。元代以后，将新疆以及中国南方的所有的穆斯林团体都称为回族，所以回族是在元代的时候正式形成的。那时候的回人与汉人大量的通婚，所以他们身上来自于西方的血统已经变得越来越淡。他们的面目特征，他们所操的语言也与汉人无异。单就血统而言，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本地的回人应该就是汉人，他们与汉人可谓是同文同种。所以回族并不是以血统来划分的，而是以宗教信仰来划分的，那就是伊斯兰教信仰。回族的历史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在清朝以前我们很少听见过回民叛乱的事情？特别是在明朝时期，朱元璋打天下，手下所依赖的几员大将中很多就是回民，比如说常遇春、胡大海、穆英。下西洋的郑和本姓马，他也是回的后裔，甚至还有学者考证海瑞也是回的后裔。当然了，他们只是后裔，并不是说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即使是到了明朝即将灭亡的时候，仍然有很多的回人愿意追随明朝，他们追随着南明政权的贵王，一直从事着反清斗争。到后来，他们竟然是以明为姓，表达自己反清复明的决心。清朝建政以后，在顺治5年的时候，就爆发了由回族人米扌印、丁国栋领导的起义。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反清复明，并没有什么宗教的号召。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清朝以后的回族会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其实很简单，此回族已非彼回族，并不是他们这些人变了，而是这些人信奉的宗教发生了变化。最早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的格底木派，格底木呢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古老的意思，所以格底木派后来又被称为老教。但是呢，老教这个称呼在18世纪以前是没有人这样叫。之所以后来被称为老教，那是因为有了新教的加入。18世纪以后，也就是清朝建政以后，一个新的伊斯兰教的宗教支派传入了中国。有了新的，自然也就有了老的。格底木派的主要观点是尊重传统，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它非常的具有包容性，而且也非常的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到了清朝末期的时候，格底木派与中原的文化已经高度的融合。那时候在格底木派中的主流思想是要探讨如何以儒释教，就是用儒家思想来解释教义。而格派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这种和谐关系一直维系到了新教传入中国以后就戛然而止。所谓的新教是来源于伊斯兰教中的苏菲学派。新教也分4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发展的最快，吸收的教众最多，这就是新教中的哲和忍一支派。而领导操纵陕甘回乱的正是这个支派。这个支派还有一个恐怖的中文的名称，叫血脖子教，因为他们的口号是砍头风吹帽，舍命不舍教。前辈都是血脖子，我就做个血胡子。这是一个叫马明心的人从也门传入中国的宗教支派。哲和忍耶派可以说是穷人的宗教，
其他的那些宗教支派，如果回民们需要做丧事，需要阿訇为他们读经的时候，阿訇都要收取很高的费用，这对于很多的贫苦的回民来说是不堪重负的。而格派的阿訇只是收取很少的费用，甚至有时是免费的。马明心本人的生活也非常的节俭，而且他也反对教主的地位世袭，认为应该有才者居之。他的这些行为赢得了很多的回民的支持，所以他的教众也是越来越多。或许是因为他的教众中穷人居多，所以马明心并不主张教众们要去麦加朝圣。在他看来，为教流一滴血都比去麦加朝圣更为虔诚。哲派号召那些贫穷的穆斯林们要为实现自己的穆斯林理想，放弃屈从隐忍的懦弱态度，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争夺生存的权利，以及去天堂的资格。说白了，其实就是推崇殉教，推崇圣战。而且该教派的教众对他们自己的教众是无比的崇拜，绝对的服从。新教为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教带入了门宦制度，门宦制度上有教主道堂，下面有清真寺，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组织非常严密的政教合一的组织。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种组织的形成肯定会严重威胁清朝的统治。新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争取教众，很快就与老教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在乾隆48年的时候，哲派的教主马明心的大弟子苏43，大家别问我他为什么叫43这个名字，也可能是他的生日43号，杀死了老教的弟子韩38。不用问了，38肯定也是他的生日。老教弟子将此事向官府举报，清政府也派了一名副将前去调查。最后这名副将连同当地的地方长官都被苏43所杀，于是清政府就逮捕了哲派的精神领袖马明心。苏43也因此率领教众围困了兰州城。乾隆皇帝大为光火，就派出重兵镇压这次回民暴乱。最后马明心和苏43都被斩首。也就是在这一年，乾隆宣布哲和忍耶派为邪教。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自乾隆中晚期以后，对回民的掌控越发严厉的原因。乾隆并没有杀光马明心的全家，不过他规定马明心现在的儿子12岁以后必须接受阉割，这个规定也一直被坚定的执行。马明心的长子在12岁的时候就接受了阉割。哲派的教众们在马明心的二儿子接受割礼之前救出了他，但也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一直到了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逃到了西安。当时的哲派的教主马元富想办法见到了慈禧，希望慈禧可以收回成命，赦免马明心的幼子。最后慈禧答应了他。发动这次陕甘回乱的回教中地位最高的那个人叫马化龙，他就是哲和忍耶派的第5代教主，后此人被左宗棠所杀。哲和忍耶派很像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由此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我们也能看到伊斯兰教这些年的发展变化，看到它是如何变成了现在世人眼中的样子。公元1873年，同治回乱终于被平定了，陕甘大地是一片荒芜。浩劫过后，人们才发现，这场让参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浩劫，竟然没有一个胜利者。汉族人失去了1500多万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当然不是胜利者。那回族是吗？这场浩劫让回族的人口损失也达到了500万以上。看起来似乎没有汉族的多，但这个数字已经占了整个回族人口的96%。这个想要灭绝其他种族的民族，最后自己却几乎被灭族。那么清政府呢？他们是胜利者吗？浩劫过后，百业凋敝，土地荒芜，陕甘两地的经济算是彻底被打残了。而且此次西北平乱，军费开支达到了惊人的1亿1800万两。当时整个大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超过4500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朝近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在当时，打造一支北洋舰队约需白银2300万两，那也就是说，这笔军费开支足以打造5支北洋舰队。那么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有5支北洋舰队的话，那还会有今后的甲午之败吗？没有胜利者，
但趁火打劫的还总是会有的。就在回乱爆发的2年以后，沙俄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从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44万平方公里被划归到了俄国。诗仙李白如果有一天想梦回故乡的话，他都不得不申请俄国签证。在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以后，现在看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遏制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从我们后人的角度来说，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但我们却无法以此来告慰那些死去的魂灵，他们已经成为了代价，长眠于这块让他们又爱又恨的土地上，被人遗忘，任人污蔑。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